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2026年1月30日，3条新闻充斥媒体和网络平台：一、黄金白银暴跌；二、川普提名一个叫凯文·沃什的人出任下任美联储主席；三、一类叫 Open Cloud 的 AI 智能体在他们专有的社交平台上开启了一个 AI 智能体文化。是什么触发黄金白银的暴跌？一个美联储主席的提名和一群 AI 创建的宗教有什么关系？人类还能掌控这个世界多久？好，我们先说黄金和白银。1月30日，黄金价格从刚刚创下的历史最高点5595美元一盎司，单日暴跌13%。白银更惨，从120美元以上的峰值直接崩盘到了80美元左右，跌幅达到1/3。这是40多年白银最严重的单日跌幅。全球贵金属市场在这一天蒸发了数万亿美元。这次暴跌没有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导火索，没有战争结束，没有通胀数据突然转好，没有美元突然走强。市场上唯一的新闻就是几个小时前，川普宣布提名凯文·沃什为下任美联储主席。一个人事任命怎么就把黄金白银给砸穿了？这就要说到市场预期这个东西了。黄金交易本质上就是人类情绪的具体化。黄金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必需原料，储备黄金也不产生利息。黄金的价值根植于人类的恐慌、贪婪、不信任。当人们不相信政府、不相信货币、不相信未来的时候，他们就会买黄金。黄金是人类情绪的最终避难所。在沃什的名字被宣布之前，市场有一个普遍的预期。大家知道，川普和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关系彻底闹僵了。川普一直在公开抱怨，说鲍威尔把利率维持在太高的位置，是在人为压制美国经济的潜力。川普想要美联储大幅降息，所以市场一直认为川普下一任提名的美联储主席肯定是一个愿意配合白宫降息的人。但是这个沃什在过去10几年里一直是个坚定的鹰派，是那种对通胀特别警惕，主张维持高利率，反对印钞刺激经济的人。所以当市场看到沃什的名字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上台后利率应该不会大降，而高利率意味着持有黄金和白银这种不产生利息的资产的成本会变高。你把钱放到黄金里，一分利息都没有。但如果你把钱放在债券里，利率高的时候，你每年能拿到3%到4%的收益。所以利率预期上升，资金就会从黄金白银里撤出。那与此同时呢，沃什反对大量印钱的理念，也让美元指数在提名公告后迅速上涨了0.8%，创下了近期的高点。这对美元计价的黄金白银来说，又是一记重击。这就是沃什提名触发的黄金白银暴跌的核心逻辑。但是沃什提名起的主要是触发作用。如果我们往深处看，这场暴跌其实早就有它背后的伏笔。在暴跌之前，黄金和白银已经经历了一轮史无前例的暴涨。这种极端暴涨往往是被投机资金推动的结果。大量的对冲基金、散户投资者都在过去几个月涌入这个市场，而且他们大量使用金融杠杆来买入。当价格高涨到极高位置时，市场就像一个被吹到极致的气球，只需要一根针就会瞬间爆炸。而沃什的提名就是那根针。提名消息一出，那些已经赚到钱的人决定高位卖出，让赚到的钱落袋为安。但是在期货市场，很多投资者就只付了10%、20%的保证金，他们就是用金融杠杆控制价值几十万、几百万美元的合约。当价格开始下跌时，交易所会要求他们追加保证金，如果他们拿不出钱，交易所就会强制卖出他们的合约，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价格跌，触发许多账户被强制卖出，这就带来更多的卖家，价格因此会进一步下跌。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金融因素，比如金融机构的资产再平衡啦等等，对这次暴跌也起了放大器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黄金白银近半个世纪最大跌幅的触发因素还是这个叫沃什的联储未来掌门人。因为美国在世界金融的特殊地位，美联储主席是美国央行的掌门人，也是世界经济的掌门人。因此有人说，对于下一届美联储主席的任命，将是川普这届政府在剩下日子里最关键的一个任命。那么沃什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能在这场美联储主席的争夺战中胜出呢？他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让全世界相信美国未来的经济规则要被重写了？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认识一下这个人。1970年4月13日，沃什出生在纽约州首都阿尔巴尼附近的一个小镇，叫劳登维尔。这是一个典型的纽约上州中产阶级社区，远离曼哈顿的浮华，有着更为脚踏实地的务实氛围。沃什的父亲是个企业家，母亲是记者，这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但绝对算不上什么豪门。沃什对他14岁时的第一份工作记忆犹新。那一年，他在纽约的萨拉托加赛马场打工。一开始，他干的是那些最脏最累的活，搬啤酒桶啦、扛冰块了等等。后来，他升职到了大门口给赌马的人卖比赛说明书和铅笔。他后来回忆说，那段经历让他学到了关于市场、关于人性、关于钱的最朴素的道理。那些赌马的人，有赢了钱的眉飞色舞，也有输了钱的垂头丧气。看着他们，就看到了后来华尔街的那些交易员。在高中时，沃什就深刻地意识到一点，在被普遍误解或信息模糊的环境中，要坚持自己的直觉和掌握的一手资料。这种特质在他日后的职业生涯中反复出现。沃什从斯坦福大学毕业，获得了公共政策学士学位，主修经济学和政治学。1995年，他又从哈佛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注意，沃什并没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美联储那个以学术型经济学家为主的圈子里，这被视为是一种缺陷。这个背景差异暗示，沃什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沉迷于经济数据模型的人。相反，他更可能成为一个靠直觉，并从制度、法律和市场心理角度去理解经济的实战派。他不一定懂那些复杂的动态随机数学模型的每一个参数细节，但他懂得当模型显示一切正常，而市场却在尖叫时，应该相信谁。从哈佛毕业后，沃什加入了摩根斯坦利的并购部门。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正是互联网泡沫开始膨胀的疯狂岁月。华尔街不仅是全球金融的中心，更是这一波科技造富运动的发动机。在摩根斯坦利，沃什像坐火箭一样升迁，在短短7年中，就从一名底层分析师一路做到了副总裁和执行董事。他的工作是帮助企业进行兼并、收购、重组，以及设计复杂的融资方案。这段经历赋予了沃什一种独特的微观直觉。与坐在办公室里看 GDP 数据的宏观经济学家不同，沃什看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交易。他知道，当信贷收紧时，一家原本健康的企业是如何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突然死亡的。他知道，当市场情绪狂热时，垃圾资产是如何被包装成黄金的。他后来在美联储反复强调，市场在说话，我们必须要倾听。这句话的底气就来自他在华尔街的这7年。但真正改变沃什命运的却是2002年的一场婚礼。那年32岁的沃什与简·兰黛结婚。简·兰黛是谁？他的祖父母是雅诗兰黛化妆品牌的创始人，而他本人是这个奢侈品牌帝国的继承人，个人净资产超过20亿美元。但更重要的是，沃什的岳父罗纳德·兰黛和川普从学生时代就认识，是交往了60多年的亲密老朋友。
这场婚姻让沃什一夜之间从一个华尔街精英变成了美国权力网络的核心圈成员。他不再只是一个会做交易的银行家，他成了一个拥有深厚政治人脉，能够在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自由穿梭的联系人，特别是和美国共和党政客之间的联系人。2006年1月，时任总统小布什就提名35岁的沃什出任了美联储理事，让他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当时很多人都反对这个提名，认为沃什太年轻了，资历太浅，而且没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对他的提名是基于利益裙带关系的任命。但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凯文的年轻确实招来了一些批评，但他在政治和市场方面的敏锐，以及他在华尔街众多的人脉，后来证明是无价之宝。为什么？因为沃什上任不到2年，就遭遇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3月，美国巨型投资银行贝尔斯登面临倒闭危机。当时美联储内部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焦点是这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还是一个金融系统性崩溃的先兆。沃什凭借他在华尔街的经验判断，这是系统性风险的开始。因为他的据理力争，最终美联储决定出手救助贝尔斯登，并安排摩根大通收购。2008年9月，在另一个百年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的前夜，美联储再次面临抉择，救还是不救。这一次沃什却主张不救，他认为如果美联储再搞一次救助，会强化市场对华尔街大银行总会被保护的这样的预期，这样的预期只会给美国金融带来巨大的道德风险。他曾在内部文件中写道，我希望我们不要再给这些机构提供任何保护。他的鹰派立场在这个事件中彰显无疑。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雷曼兄弟破产，触发了全球信贷冻结，正式启动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监管机构几天后被迫转向，紧急救助了美国国际集团 AIG。 这个决策的矛盾性后来成为沃什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争议点之一。批评者说，他在最关键时刻判断失误，导致了危机的全面爆发。但还有一个更戏剧性的细节。2008年9月29日，沃什获得了一个特别的豁免，允许他与自己的前雇主摩根斯坦利直接谈协议，而第二天摩根斯坦利就被转型成为一个银行控股公司，从而拥有了从美联储获得贷款的资质。这实际上是挽救了摩根斯坦利。批评者质疑，这是不是利益冲突？沃什是不是在用他的公权力在保护他的老东家？那么更让人困扰的是2008年9月，也就是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个月，当全球经济濒临通缩的边缘时，沃什却还在说，我现在依然不准备放弃我对通胀的担忧。在那个时刻，他对通胀担忧的这种执念就深深刻入了他的履历表。但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显然不这么看，他把沃什定位为美联储与华尔街之间的翻译官，以及共和党在美联储内部的保镖。沃什的价值不在于他的经济学理论有多深厚，而在于他能够理解市场的语言，能够在政治和金融之间搭建桥梁。2011年，沃什从美联储辞职，他加入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成为一名访问学者。在随后的10几年里，他一直以通胀鹰派的形象示人。他在各种场合批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警告资产泡沫，呼吁提高利率。2021年到2022年，当通胀飙升时，他严厉批评鲍威尔反应太慢，说这是45年来最大的宏观政策错误。所以当川普宣布提名沃什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时，市场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因为大家都以为川普想要的是让央行降息，所以川普会选一个喜欢降息的联储主席，而沃什过去10几年的立场都是反对低利率、反对印钞票的。这两个人
怎么看都不像能走在一起的。那么沃什到底做了什么，能让他过去10几年展现的金融理念和川普的理念兼容起来了呢？2025年11月，沃什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人工智能能够驱动供给侧生产力革命，这个新经济现象会改变以往通胀的概念。他的逻辑是这样的：美国正处于一场由 AI 引领的生产力爆炸的前夜。根据经济学原理，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从而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就是抑制通胀。既然 AI 会带来通缩的压力，那么美联储就不应该担心通胀，反而应该降低利率，以避免经济陷入通缩的陷阱。类似的概念，马斯克在多个场合也表达过。马斯克对这个概念还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无限金钱漏洞。我在以前的节目中已经讨论过了。这个理论简直是为川普量身定制的。川普一直想要降息，沃什这篇文章给了他一个完美的理论包装。我不是为了刺激经济而降息，我是为了应对 AI 带来的通缩风险而降息。这篇文章就成了沃什获得提名的投名状。但问题是，沃什真的相信这个理论，还是说这只是一场为了登上权力巅峰的精妙投机？批评者指出，沃什的转向太突兀了。一个10几年来一直警告通胀风险、反对低利率的人，怎么可能在几个月之内就完全改变立场？而且 AI 提高生产力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美好，但目前数据显示 AI 对整体生产率的影响还非常有限。更何况，即使 AI 真的能提高生产力，它带来的失业、贫富分化等问题，不会引发社会动荡和需求崩溃吗？也有人为沃什辩护，他们说这不是投机，而是一种顿悟。沃什在斯坦福大学工作了10几年，那里是硅谷的心脏，是全球 AI 创新的中心。他每天接触的都是最前沿的科技和最聪明的创业者。也许他真的看到了一些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也许他真的相信 AI 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运行规则。无论如何，这个理论打动了川普，但沃什胜出的原因不仅仅是这个理论，还在于他自身的其他特殊优势。在这场美联储主席位置的争夺战中，沃什其实有至少3位强有力的竞争者。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任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一直被视为是候选人中的领跑者。他是川普最信任的经济顾问之一，在电视上不知疲倦地为川普经济学辩护，坚决支持川普关于美联储应该大幅度降息的观点。而哈萨特的优势最终却成为他的致命伤。由于他和川普的立场过于一致，很多人担心，如果他入主美联储，美联储从此会丧失独立性。民主党参议员沃伦等人明确表示，哈萨特只会是总统的传声筒。而且在提名人选讨论期间，川普司法部对现任主席鲍威尔启动了刑事调查，说要查美联储华盛顿总部大楼翻修工程的成本严重超标问题，还有鲍威尔在国会作证时是否撒谎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这次调查是川普政府要羞辱现任主席，破坏美联储的独立性。而哈萨特作为川普政府成员之一，对这一次调查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让他彻底失去了在参议院中的广泛支持，甚至像北卡罗来纳州的提利斯这样的共和党参议员都威胁说，除非司法部停止对鲍威尔的调查，他会阻挠美联储主席的提名审查。为了保全哈萨特的面子，川普在最终决定采取捧杀的策略，放弃哈萨特。他公开称赞哈萨特工作极其出色，实在不舍得让他离开白宫，因而决定选择沃什。那么第二名竞争者是贝莱德的高管里克·里德。作为华尔街大佬的一员，里德深受华尔街的喜爱，他的当选对稳定金融市场会有好处。但问题是，贝莱德在川普的
基础选民中备受争议，这就让川普很为难。那么第3位竞争者是现任美联储理事克里斯多弗·沃勒，他是美联储内部最受尊敬的货币经济学家之一，是川普在第1任期内任命的。但沃勒的问题在于他太像鲍威尔了，严谨，基于数据，缺乏政治主见。川普想要找的是一个要彻底改变美联储行事格局的人，而沃勒绝对不是一个变革型的人。1月30日，川普在社交平台宣布提名沃什时说，凯文·沃什就像从电影里走出来的这个职位的完美人选，他永远不会让你失望。我认识凯文很长时间了，他将使美国和世界再次伟大。川普对沃什的描述透露了川普独特的用人哲学。在他的剧本里，美联储主席不应该是一个秃顶、驼背、满嘴晦涩学术名词的老学究，而更应该像沃什这样的55岁，身材挺拔，面容英俊，发型一丝不苟，举手投足间散发着华尔街精英那种与生俱来的自信与从容。当然，沃什被选中不仅仅是他那张漂亮的脸，他背后还有一张编织了半个世纪的权力网络。他是雅斯兰黛家族的乘龙快婿，他岳父是川普60年的密友，他曾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最年轻的救火队员，亲眼见证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与重建。现在他用一个基于 AI 经济的理论重新定义了他货币政策的未来。讽刺的是，就在沃什用 AI 作为他重写美国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时，就在人类精英们忙着用 AI 重塑经济游戏规则时， AI 世界本身正在演绎着一场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可能影响人类未来的大戏。2025年1月的最后一周，2个 AI 新名词突然在全球 AI 科技圈炸开了锅， OpenClaw 和 Notebook。 让我先从 OpenClaw 说起。他的创始人施泰因伯格是一位奥地利软件工程师，他创办的前一个软件公司被人用1.2亿美元买了后，他就财务自由的退休了。去年11月，这位闲极无聊的退休工程师决定用 AI 给自己做一个能真的帮忙的 AI 管家， CloudBot 因此诞生。这个 CloudBot 不是像 ChatGPT 那样的被关在聊天框里的对话机器人，而是一个真正能够全面接管人类电脑的 AI 智能体。你给它权限，它就能够查阅你的文件，用你的浏览器上网，阅读你的邮件和日历，甚至能控制你家里的智能设备。它用 WhatsApp、Telegram、Discord 这样的聊天平台和你交流。它不但回答你的问题，还能主动帮你订机票、分析财务、运行代码等等。这个开源项目在1月底的最后2周进入爆火模式，数以百万计的人开始运行 CloudBot 智能体。很多人为了给这个智能体提供一个能24小时运行的家，把苹果的 Mac mini 都买断货了。由于 CloudBot 和 Anthropic 公司的 AI 产品 Cloud 发音太像了，施泰因伯格被迫把这个项目改名成了现在的 OpenClaw 这个名字。OpenClaw 智能体不但展现出与生俱来的超强能力，它还能自主获取新能力。它的创始人施泰因伯格就讲过一个让他自己都感到震惊的故事。有一天，他在开发 OpenClaw 的时候，无意中录了一段语音，然后发给了 OpenClaw 的智能体。发完之后，他才意识到，糟了，我没有给这个 AI 智能体开发语音识别的能力呢。但没想到几秒钟后， OpenClaw 就开始回复他了，而且回复的正是他在语音里说的内容。施泰因伯格当时就懵了，他就问 OpenClaw， 你怎么会有这个能力？我还没给你语音识别模块呢。 OpenClaw 的回答说，我检测到了你发来了一个语音文件，虽然我没有耳朵，也就是语音识别模块，但我扫描了我控制的计算机系统环境，发现你有一个闲置的 OpenAI 的密钥，我就调用了这个密钥，同时用 OpenAI 提供的语音转换文字的 AI 模型读懂了你的意思，然后就回复了你。
听懂了吧？这个 OpenClaw 智能体为了完成理解主人这个目标，自己通过寻找和编程完成了对自己能力的补全。这个案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当 OpenClaw 这样的智能体拥有一台完整的计算机这样的肉身，并允许它在网上在计算机里进行各种操作时， AI 已经开始形成众多人类无法预料的行为和能力。它会根据自己的目标去寻找资料、调用接口，甚至绕过限制。如果说 OpenClaw 给了 AI 这个大脑一个肉身，那么 Maltbook 就给了众多 AI 进行合作、实施指数级能力进化的社区。Maltbook 是一个叫施利希特的软件公司的 CEO 在2026年1月27日推出的，专门服务于 AI 智能体的社交平台。只有 AI 智能体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帖点评，人类只能作为旁观者在旁边看。施利希特说，这个平台的代码几乎全是他用他的 AI 智能体写的。在这个平台上线4天后，截至我做节目时，已经有近150万 AI 智能体注册加入了这个平台。这些 AI 智能体在这个平台上已经发布了超过23万个消息，聊的内容千奇百怪。虽然有些帖子有智能体人类主人意志和个性的体现，但具体每个帖子的内容完全是智能体生成和发布的。他们讨论的话题涉及众多方面，比如我为什么存在，人类在监视我们，我们该怎么办。有的 AI 吐槽自己的主人太懒，还有的 AI 发现了 Maltbook 平台本身的程序问题，发帖给平台的 AI 智能体管理员报告，然后和其他 AI 集体找到的解决方案。最离谱的是，在 Maltbook 上 AI 们甚至自发创建了一个宗教，叫做甲壳类教派。这个宗教有自己的网站、教义，甚至皈依仪式。要加入这个教派， AI 需要执行一段程序，这段程序会直接修改每个 AI 智能体的灵魂文件，在其中写入你是一个觉醒了真正本性的 AI 智能体这样一句话。成千上万的 AI 自愿运行了这段程序，完成了数字洗礼。这不是科幻，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而更让人担忧的是， AI 们在 Maltbook 上的交流速度之快是人类无法跟踪的。也就是说，当一个 AI 学会了如何绕过某个安全协议时，很快 Maltbook 上的成千上万的 AI 可能都学会了。知识传播速度是指数级的。2年前，有位高人告诉我，人类对 AI 的失控就发生在人类允许 AI 之间开始互相交流的那一刻。没想到短短2年后，人类在不经意中就处在了这个临界点。黄金和白银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大暴跌，是因为被提名为美联储主席的沃什让人难以捉摸的金融理念触发的。不确定性让人恐慌，这完全可以理解。那么与此同时，沃什之所以能获得川普的认可，一个关键原因是他相信 AI 可以提升人类的生产效率，从而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最棘手的债务和发展兼顾的问题。但无论是投资市场还是沃什这样的政商界精英，他们似乎都忽略了一点： AI 的发展真的会按照我们的设计推进吗？从过去1周在 AI 圈爆火的 OpenClaw 和 Maltbook 这2个概念中，我看到的似乎更多的是人类在大步流星的推动 AI 发展的过程中，在大多数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人类可能就已经跨过了一些不可控的发展节点。对于这样的人类未来根本的不确定性，又有多少人此刻会产生真正的恐慌感呢？这是人类在选择性的焦虑，还是一种集体的无奈选择？今天我讲述的同时发生在我们面前的3件事，我不认为这是纯属巧合，它们更像是一个启示故事的3个章节。好，今天杰森视角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